2009年7月5日傍晚，乌鲁木齐街头的宁静被彻底撕碎。原本的抗议示威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汉族平民的近乎癫狂的暴力攻击。大巴扎、二道桥、人民广场，这些曾经繁华的文化地标被浓烟笼罩，商铺被洗劫，车辆在烈火中燃烧。那是一个被鲜血浸透的夜晚。官方随后通报了那个令世界战栗的数字：197人丧生，1721人受伤。面对这场空前的管制危机，北京迅速祭出国家机器中最冷峻的利剑——中国武警。命令下达，大国机器开始高速运转，数十架运输机在全国各地的军用机场密集起降，成千上万名武警机动师官兵奉命紧急入江。当荷枪实弹的武警方阵接管了每一个战略路口，这座陷入瘫痪的城市才在一种极度的压抑中找回了秩序。为什么在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时，当中共最高领导层面对棘手的内乱难题祭出的并非驰骋沙场的解放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武警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部队？简单来说，武警是一支介于军队和警察之间的现役部队，和解放军一样列入现役序列，身穿迷彩军装，佩戴军衔，但职责主要面向国内安全维稳。而公安警察则是地方执法力量，负责日常治安和刑事案件。公安系统中虽然也有特警这样的精锐武装单位，但他们仍属公安编制，只承担城市反恐、武装巡逻、处理突发刑案等有限任务，装备和火力远不及武警。而武警部队则大不相同，编制上受军队管理，拥有重型装备和严格军事化训练。形象地说，如果发生一般刑案或小规模骚乱，出动的是公安和特警，但一旦事态升级超出普通警力控制，武警就会登场。武警这样一支让外界既陌生又敬畏的力量是如何诞生的？它为何被称为中共手中握紧的第二武装？它背后又承载着中南海怎样的统治逻辑？要真正看透武警的基因，我们必须将时钟拨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那个血色初夏，正是天安门广场1989年的震荡，重塑了武警的命运。各位观众，邓小平同志刚刚发表讲话，准备收拾天安门闹事的了。同志们，有人在天安门闹事，要砸我党的场子，我们应该怎么办？能打胜仗，听党指挥，能打仗。各位观众，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同志们，灾区人民需要我们应该怎么办？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听党指挥，能打仗。各位观众，有刁民不愿意配合我们抗疫措施，家里着火居然赶往出跑。同志们，有人不老老实实在家坐牢，我们应该怎么办？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听党指挥，能打仗。各位观众，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家的韭菜越来越少，非常不利于我国长久发展。同志们，祖国又需要我们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老公，你怎么回来了？别废话，趴那儿，赶紧！哎，怎么这么着急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听党指挥，能打胜仗。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邓小平不仅要推动经济复苏，更面临着重塑国家暴力机器，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紧迫任务。当时解放军编制极其臃肿，大量承担边防、内卫和警备任务的非作战部队挂靠在军队序列中，这不仅使国防预算被庞大的行政和勤务开支摊薄，也让对外防御与对内维稳的界限变得模糊。将这部分力量剥离并组建武装警察，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省钱，而是一次高明的预算结构重组与政治成本剥离。从国家财政总账来看，虽然供养这几十万人的衣食住行并不会因为改个名号就凭空消失，但在国际视野中，这一举措直接助力了100万大裁军目标的达成，使中国的名义军费得以显著下降，从而向外界释放出中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搞扩张的和平信号。1978年8月，中央军委率先在首都北京重建了北京市公安军作为试点，这支首都卫戍部队带有浓厚的准军事色彩。紧接着，中央又决定将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改组成一支新的武装公安部队，并成立公安军司令部。武装公安部队这个拗口的名字只用了不到2年就被替换。1980年，为了和公安部的普通警察相区分，武装公安部队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这个称谓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到82年，武警部队扩编成立武警总部正军级单位，下辖内卫、边防、消防3大块任务。内卫部队负责首都卫戍警卫，各地看守要害目标以及处置骚乱暴乱，是武警的核心，按省级行政区编制驻防。边防部队负责边境巡逻、沿海和口岸检查，兼顾海关缉私。消防部队则承担各地消防灭火和应急救援任务。
在当时，消防也属武警序列。那时候，武警实行的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体制，业务上归公安部指导，队伍编制和作战指挥则归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简单来说，武警官兵穿军装，拿军饷，但日常执勤听公安部号令，整体调动还得看军委的脸色。这种两头领导的格局，使武警在成立之初就带有体制上的先天混乱。80年代的武警部队构成复杂，基层许多官兵实际上是从地方公安临时抽调、换装武装起来的，严格说算不上职业军警。加之双重领导掣肘，地方公安机关对驻地武警依然有相当强的控制力，各说各话，指挥链不畅的情况屡屡发生。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准备期间，公安部未经军委批准，直接给武警北京总队下达调动命令，而武警总部则拦下命令不执行，理由是你公安部没走军委的流程，这活我们不干，搞得公安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双方都下不来台，最后竟惊动了邓小平亲自协调。尽管存在诸多问题，武警组建后的头几年总算基本平稳度过。然而历史的钟摆很快荡向另一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当百万群众汇聚长安街头，要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之时，武警部队这支原本设想用于首都维稳的力量，却在关键时刻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1989年6月3日深夜，北京长安街的枪声与火光宣告了和平示威的终结，也暴露出当时中共武装力量职能划分的严重脱节。在100万人规模的抗议浪潮下，本应担纲内卫主力的武警几乎没起到太大作用。彼时的武警编制尚不健全，装备简陋，既缺乏催泪弹、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也缺少大规模人群控制所需的防爆盾牌、装甲车等重装备。他们面对汹涌的人潮一触即溃。而且北京本地驻防的武警官兵因为长期扎根京城，与市民群众有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在关键时刻执行强制命令时出现迟疑和动摇。一些武警士兵拒绝朝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甚至干脆丢下武器混入人群。这种刀把子关键时刻抓不牢的表现，令统治者大为震怒。最终，最高当局不得不调动野战军进入首都，坦克和装甲车碾过长安街，在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正如许多分析后来说的，北京本地武警因为不忍对自己人下狠手，是中央下决心从外地调野战军进城的主因之一。而一旦军队开进首都，对政权造成的负面后果则是多层面的，国内国际影响极其恶劣，解放军人民子弟兵的形象遭到重创，政权合法性更是在血泊中剧烈震荡。这一切都是中共领导层始料未及却又不得不吞下的苦果。6·4镇压虽然暂时平息了动荡，但也让中南海高层如鲠在喉。常规警察顶不住危机，大炮一响又是政治灾难。那么以后再碰上大规模内乱怎么办？1989年的枪声给中共高层上了一堂血的课程。邓小平等人在事后的反思中痛下决心，今后能不让解放军直接对付人民，就绝不能再让军队抛头露面。一来避免毁掉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二来免得再引来国际制裁封锁，自吞苦果。因此，必须加速打造一支党绝对掌控、专门应对大规模内部动荡的第二武装，既能替党冲锋陷阵，又不至于把正规军的声誉赔上。这套思路正是后来中国武警迅猛扩张和升级的政治基础。6·4的硝烟尚未散尽，90年代的中国却已在另一种不安中蹒跚前行。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主要涌向城市和东部沿海，广袤的农村和内陆地区则积累了巨大的不满。北京高层在6·4后草木皆兵，对社会不稳定迹象格外敏感。各地也接连发生了令当局头疼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四川眉山地区仁寿县爆发了大规模农民骚乱，由于不堪繁重的苛捐杂税，上万名农民涌向县城游行示威，他们包围政府，扣押干部，阻断交通，与前来平乱的公安和武警对峙，冲突在6月初几度升级。6月3日和6日，两波过万人的农民先后攻打县政府办公楼，掀翻警车，纵火烧毁车辆，与武警激烈冲撞。这场仁寿事件被称为天安门之后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震动朝野。最初当局反应迟缓，派去的公安根本招架不住，事态连续发酵多日，最后还是增派大批武警强行进村，才算勉强平息了事态。仁寿事件之后，类似剧本在90年代各地不断上演。湖南有农民抗税风潮，山西有村民抢粮风波，陕西有农民围攻乡政府。面对这些基层造反苗头，许多地方官束手无策。北京显然注意到了这种新动向，于是一个大规模扩编和强化武警的计划在90年代中后期迅速展开。1996年10月，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将解放军陆军的14个机动步兵师，约20万兵力整体转隶武警，改编成14支武警机动师。这一举措既迅速充实了武警的机动作战力量，
又实现了对解放军野战部队的适度裁军。这14个机动师编制和陆军师类似，直接归武警总部垂直指挥，不承担地方治安和日常勤务，而是作为随时待命的中央战略预备队存在。自此，各地一旦发生大案要案、骚乱动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穿迷彩、荷枪实弹的武警机动部队从四面八方驰援现场的场景。他们成为了党手中哪里需要调哪里的机动力量，武警部队的规模也随之急剧膨胀。据估计，90年代末，武警现役兵力一度超过66万人。如果再算上当时仍隶属武警序列的边防、消防、黄金开采、森林、水电等各专业部队，总员额峰值时期超过100万之众，堪称世界第一维稳之师。同时，北京还在1995年提升了武警部队的级别地位，武警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武警司令员和政委首次被授予武警上将警衔。也就是说，从90年代中期开始，武警已经与解放军各大军区平起平坐，其最高指挥官佩戴的也不再是从前的少将、中将肩章，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星。在政治和编制的双重加持下，武警迎来了自身历史上的第一次转型高潮。进入21世纪后，反恐成为全球热词。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北京当局迅速与美国反恐话语接轨，也高调打起反恐牌。一方面对外表示愿与美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则趁势将新疆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族抗议和暴力冲突称为恐怖袭击，为日趋严厉的高压维稳寻找正当性。2002年，中国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新疆的安保力度随之空前升级。同年底，北京秘密组建了一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武警雪豹突击队。这支部队隶属武警北京总队，经过数年隐秘培训，专门为了城市反恐和重大活动的处突安保。直到2006年，雪豹突击队才首次公开亮相，旋即被宣传为猎杀恐怖分子的雪山猛兽，成为武警新的精锐名片。经历了数次暴恐事件后，新疆武警的兵力和装备水涨船高。21世纪初期，新疆武警总队下辖的支队数量和特战分队规模显著增加，喀什、和田等南疆重点地区都部署了武警机动中队。进入新世纪后，武警成为新疆治安和反恐的绝对主力。日常街头巡逻站岗是武警，深入山区围捕东突武装的也是武警。武警部队在中共治理架构中扮演着一体两面的高度工具化角色，它既是自然灾害面前奋不顾身的英雄，也是政权安全受到挑战时冷酷无情的镇压利剑。这种看似撕裂的双重身份，其实高度统一于广义维稳的逻辑之下。1998年抗洪中用胸膛堵住决口的血肉长城，以及曾经深入荒原寻找矿脉，在大江大河上修筑水电的武警专业部队，本质上都是国家意志在极端环境下的延伸。这些通过参与灾难救援与国家建设所积累的巨大道德资产，在宣传机器的巧妙包装下，为武警部队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让武警在公众认知中不再只是冷冰冰的高压机器，更是危难时刻的最后一道保险。这种英雄叙事的深层作用，正在于对冲其作为镇压力量的政治敏感性，从而形成一种颇为阴柔的统治术。当威胁来自自然时，他是舍身忘死的救命恩人；当挑战指向政权时，他则瞬间化身为冷峻刚猛的镇压之师。之后2018年开始的武警大改制，虽然将黄金、森林、水电、消防等非核心职能剥离移交地方，但却进一步纯化了武警绝对忠诚、绝对武力的底色。这也证明武警存在的终极逻辑始终是将国家暴力以保护者的名义深植于社会肌理，确保政权在面对任何形式的危机时都拥有一支既能赢得民心又能摧毁抗争的瑞士军刀式力量。时间来到2007年，这一年中共召开17大，高层权力完成新一轮洗牌。曾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接掌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党和国家政法安全系统的总管。从这一刻开始，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维稳大时代降临中国。2003年前后，前任政法沙皇罗干和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就在下着一盘人事大棋，让各省市的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厅长或市公安局局长，这样地方政法委书记既统管公检法，又直接领导公安武警，方便一揽子调度。全国多省的公安厅长头顶都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武警总队第一政委或名誉第一政委，形成政法委加公安加武警三位一体的地方维稳格局。到了2007年，周永康跻身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权势更胜从前。他深知手中的武警是一枚关键棋子。2008年，以确保北京奥运安全为由，周永康推动武警司令员首次进入中央政法委委员会议列，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武警最高指挥官终于坐上了党的最高政法决策桌，标志着政法系统对武警的绝对掌控。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委的几年间，
中国的政法维稳体系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与高压。财政上，维稳经费逐年猛增，到2011年前后，包括武警、公安、国安在内的国内安全开支达到约7000亿元人民币，一度名义上超过了当年的军费。这笔天文数字的经费为武警装备和人员提供了充足的弹药，让他们拥有了媲美正规军的精良武器，从08式轮式装甲车到武装直升机，再到先进的通讯指挥系统，一应俱全。甚至连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这些首都核心敏感区域的警戒警卫，也在周永康任内从解放军手中移交给了武警负责。这背后的深意绝非简单的职能分工那么简单，而是彻底实现了内卫与国防的切割，让解放军专心对外作战，由这支高度职业化、装备精良的御林军来对内维持统治安稳。就在这维稳铁幕如日中天之际，一场偏处岭南的村庄抗争掀开了波澜壮阔的大幕，让武警和当权者同时陷入两难境地。这就是震动海内外的乌坎事件。乌坎村隶属广东汕尾市，一个有2万多人口的滨海大村庄。上世纪90年代起，村党支书长期将大批村集体土地偷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中饱私囊，引发村民强烈不满。多年上访无果后，一群年轻村民挺身而出，串联组织成立了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誓言要为民主和公平讨个说法。2011年9月，乌坎村民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一举将贪腐村官赶出村委，推选出临时代表与上级政府谈判，要求罢免村官、清查村财、归还被卖土地。起初，汕尾市政府派工作组进村安抚，承诺调查。12月上旬，一名被警方带走的村民代表薛锦波在羁押期间离奇死亡，乌坎顿时群情激愤，认定薛锦波是遭警方酷刑致死。汕尾政府如临大敌，调了上千武警和防暴警察，将乌坎村团团包围，想镇压这场农村造反。村口大道被武警重兵封锁，水电供应被切断，愤怒的村民则筑起路障，日夜轮班放哨，甚至准备了土炮土铳，誓死抵抗。鱼死网破的对峙持续了1周，双方都没有率先动手，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已是一触即发。这期间，大批境内外媒体记者潜入乌坎，将村民抗争的录像、照片源源不断传向世界。乌坎2字刷遍了全球媒体，当局的强硬姿态受到舆论普遍谴责。或许是全球瞩目的压力，也或许是高层内部对此事意见不一，剧情在12月下旬突然峰回路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拍板妥善解决乌坎问题，省委副书记朱民国给乌坎全体村民群发了一条短信承诺：你们的合理诉求可以理解，省里基本同意你们的要求。短信还保证不追究绝大多数村民的责任，希望大家保持冷静。紧接着，省里宣布罢免涉事贪腐村官的职务，冻结所有非法卖地交易，并释放了此前被捕的全部村民代表。更令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政府同意乌坎村重新进行村委会民主选举。次年2012年3月，乌坎村民实现了1人1票选举自己的村领导班子。80多岁的抗争领袖林祖鸾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投票全程公开透明，投票率接近90%，村民们欢呼雀跃，仿佛梦想成真。由于高层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让步，武警最终并没有强攻。在那些长期执行高压镇压任务的武警士兵眼中，这或许也是一种如释重负。谁又真愿意去对付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呢？更何况乌坎人要求的无非是反腐和土地权益，那些被卖掉的土地确实关乎他们的生计和尊严。尽管有些诉求在法律层面未必合理，比如要求收回10几年前卖出的土地，乌坎奇迹的短暂上演，让人们惊讶地发现，在铁板一块的体制缝隙中，竟真有过这样一朵民主之花。乌坎的春天并未长久绽放，这朵意外盛开的民主之花，本就是高层权力博弈缝隙中短暂的产物。一旦缝隙被重新焊死，一切将回归铁幕下的常态。2012年3月14日，当日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罕见的点名要求重庆市委深刻反思王立军事件，由此宣告了薄熙来的政治生涯走到尽头。这一信号让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没了保护伞，掌握着国家核心秘密的人顿时成了各方都想先行抓捕的人。徐明在第一时间就被薄熙来的盟友周永康的人控制了起来。可胡锦涛、温家宝怎么会让他这么做？根据我们知道的碎片信息，在3月19日深夜，中央纪委来要人，周永康调动了他掌控的武警和公安力量，死守不放人。对峙期间，周永康和中央沟通，认为徐明涉及的是经济犯罪或国家安全，应由政法系统控制。在双方焦灼中，有一方人甚至鸣枪示警，但最后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徐明终究被中纪委带走。这次冲突也暴露出政法委麾下武警力量已敢于为一己私利与中央分庭抗礼。虽然没有传言中的军事政变，但周永康竟然想动用他掌握的第二武装来与中央抗衡，这本身就令高层后怕。交代吧，你这么关键的时候造反，是不是看朕不爽？我没啥好说的，我就是看你不爽，你有本事弄死我。我警告你，薄熙来
现在很惨，你也不想变成他那样吧？坦白从宽。我能怕你？行，你别后悔，不想让我当皇上，现在还嘴硬，啥都不交代。来，我看看你嘴有多硬。这是什么？今年的春晚，我给你循环播放。啊！不要啊！我说，我啥都说，不要让我看这个，不要！晚了，你先看3遍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薄熙来那边咋样了？报告领导，给丫看了10几遍春晚，现在啥都着了，就是脑子看坏了，现在从1数到10都费劲。2012年底，18大召开，周永康卸任政法委书记，2年后他被捕。随着他的倒台，他一手经营的第2武装迎来了彻底的清洗和重组。武警部队被从国务院序列剥离，收归中央军委单一领导。地方政法委和党委书记对武警的指挥权被大幅削减，权力迅速被收拢。之前存在的体制缝隙被飞速焊死，任何形式的独立王国再不被允许存在。而乌坎村那个难得的基层自治实验，也在随后几年中，随着权力的回收集中被悄然扼杀。2016年，当村民再次因土地问题上街抗议时，他们面对的不再是2011年那个相互掣肘的旧体制，而是一个指挥统一、执行高效的新国家机器。广东当局迅速以贪腐罪名抓捕了林祖鸾等乌坎维权领袖。几年前曾带来希望的村民选举委员会被宣布解散。周永康的倒台为中国政法系统扫开了一脚新的天空。2012年底接掌最高权力的习近平深知绝不能再让党内出现第2个周永康式的人物来挟持武装自重。在他的主导下，中国的内卫力量很快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重塑。首先，习近平上任后即刻对最高权力架构做出调整，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由政治局常委担任，而是降格为普通政治局委员，从制度上削弱了政法系统在党内的独立地位。同时，一系列收权动作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整政法系统的人事布局，清洗周永康的人，安插自己的亲信掌握公安、国安等关键部门。他提拔在地方与自己共事多年的旧部赵克志担任公安部部长，确保公安系统完全听命于中央。周永康的落马等于为习近平一举接管整个内部安全机器扫清了障碍，自此再无政敌可以挟警权、挟武装与其分庭抗礼。2017年底至2018年初，官方高调宣布武警部队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原本实行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改为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武警今后只听从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一人的号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武警指挥体制最重大的调整，使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之后首位，同时直接掌握军队和武警2支武装力量的中共领导人。与此同时，武警内部也在进行大瘦身与大强化的组合变革。一方面，许多与战斗无关的杂项职能被剥离，边防、消防、警卫、黄金、森林、水电等传统非作战任务全部移交地方或相应职能部门。武警不再看管边境线，不再当消防员，也不再开矿修坝，而是彻底回归维稳这一核心职能。负责海上执法的中国海警也在2018年整体并入武警序列，成立武警海警总队，使海上维权执法力量纳入了武警的军警一体化管理。另一方面，武警新组建了机动总队等跨区域的野战化部队，比如成立第1、第2机动总队，分别部署在华北驻河北石家庄和华南驻福建福州。这些机动部队不再隶属某一省区，而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拳头力量，必要时可以空运投送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对大规模骚乱乃至重大军事行动进行支援。在新疆、西藏等敏感地区，原有武警总队也扩编升级。新疆除了原有的新疆总队外，新增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使新疆成为全国唯一拥有2支正军级武警总队的地区。武警第7机动师也整编转隶新疆武警序列。这一系列举措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刀把子必须牢牢攥在党中央，攥在习近平手里。过去省市一把手在特殊情况下还能调用驻地武警，如今绝不允许地方调动武警，想要调动必须逐级上报中央批准，由中央统一调度。习总书记刚上任，周书记也被逮了，我们武警现在没领导，以后怎么办呀？你放心吧，总书记和我说了，领导今天就到岗，这不是来了吗？领导好，领导咋还抱只狗啊？我不是领导，我是抱领导过来。哎，这就对上了。习总书记和我交代了，领导很通人性，而且非常聪明。鉴于我们武警的特殊状况，我们需要个聪明的来领导我们，不能再出现周永康这种危险分子了。嘿嘿嘿，听懂了？你们看，领导就是聪明，全体都有，给领导敬礼。早在胡锦涛后期，中国每年的维稳经费投入就已连续多年超过军费增幅。进入习近平时代，
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虽然官方近年不再公布详细数据，但据外界估算，2017年前后，中国用于国内安全，包括警察、武警、情报等的财政开支达到万亿元级别，几乎是同期美国国内安全支出的2倍，其中相当比例流向了武警和公安系统。以新疆为例，中央对这个敏感地区的维稳投入更是连年攀升。据美联社的数据，2017年新疆公共安全支出较上一年猛增近90%，达到约3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充裕的经费加持下，武警装备和训练继续飞速升级，反恐、防暴以及高科技监控手段全面发展。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武警与公安共同构建起世界上最密集的治安监控体系。天网工程、高空侦察、无人机、人脸识别、大规模 DNA 采集，在新疆、西藏等地被广泛应用。在新疆南部一些乡村，每个路口都有高清摄像头，每隔几百米就设有一个联防警务站。新时代的武警已成为一支技术先进、训练有素的超级震爆部队。2019年的仲夏，香港因逃犯条例修订而卷入了一场回归以来最猛烈的政治飓风。街头的硝烟与对峙，让这座东方之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当危机步入僵持不下的深水区时，北京果断打出了武警这张带有浓厚威慑色彩的王牌。在紧邻香港的深圳湾体育中心，数以百计的橄榄绿装甲车、水炮车与推土机在一夜之间整齐列阵，密密麻麻地填满了体育场周边的空地。尽管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型活动进行常规安保演练，但在当时剑拔弩张的氛围下，这种苍白的托词在现实的钢枪重炮面前显得几乎有些幽默。明眼人都能一眼洞穿，这是一场精心布设的极限施压。由于从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队改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这支力量在指挥序列上事实上等同于不穿解放军军装的解放军精锐。这次深圳的跨省区大规模集结，向外界释放了清晰信号。一旦香港警队真正失控，北京完全可以在不动用驻港解放军的前提下，调遣这支训练有素的准军事力量实施武力介入。当然，北京当局深谙此举的高度敏感性，当时美国国务院公开警告北京切勿重演6·4悲剧，但北京的策略显然更隐蔽也更老练，其精髓就在于隐而不发的隔岸震慑，以及暗度陈仓的秘密布局。当年数千名武警借驻港部队年度轮换之机秘密进驻香港，并非单纯正常换防，而是为了弥补解放军驻港部队在防暴维稳技能上的不足。这些武警脱下武警制服，换上驻军迷彩，进驻石港、红磡、昂船洲等驻港军营基地。他们作为香港安全体系中的最后王牌，随时准备在局势失控时以不公开身份的方式投入行动。如果依照驻军法或基本法第18条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会招致灾难性的国际制裁和资本外逃。但将武警力量混编进解放军驻港部队体系，能既维持了一国两制表面上的法律体面，又实际在港内储备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非常规维稳力量。若香港局势今后再次大范围失控，中共很可能优先动用武警来进行武力镇压，而非首先派遣解放军。毕竟武警对付自己人民更为内行，这是他们的专业领域。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武警近年来任务最艰巨的战场——新疆。这片广袤的西北土地是中共心头最大的内忧之一。从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发生了多起严重暴力流血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数日骚乱导致至少197人死亡。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砍杀事件，31名无辜平民惨死在蒙面暴徒的刀下，一桩桩恐怖袭击让北京如芒在背。2014年4月，习近平亲赴新疆考察，在内部讲话中要求对新疆暴恐分子下狠心、出重拳。话音未落，一场空前严厉的严打行动在新疆迅速铺开，各路维稳力量云集天山南北。2017年初，新疆南部再次出现暴力袭击苗头，自治区党委决定以更强硬的姿态回应。2月下旬开始，新疆当局在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接连举行多场万人规模的武装誓师大会，武警与公安特警全副武装，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运动场上接受检阅。2月27日，乌鲁木齐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恐维稳誓师大会。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身着迷彩服，登上军车，高呼充分认识新疆反恐维稳的严峻形势，以实战姿态给全疆维稳力量打气。大会结束后，陈全国马不停蹄赶到机场，亲自送别1500名武警，分乘多架军机飞赴南疆。这些增派的生力军火速空运至喀什、和田等重点地区，加强当地武力部署。通过这次高调的誓师和增兵行动，北京向内外宣示了决心，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把新疆按住。在武警的高压震慑下，新疆表面上的确暂时平静了。然而，大规模收押少数民族群众、严密监控社会生活的再教育营模式，也在国际上引发巨大争议和谴责。从全球视角审视，建立一支介于常规警察与国防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本质上是现代大国治理在处理内部危机时的一种理性选择。美国也通过国民警卫队在地方州权与联邦武力之间建立了一道缓冲屏障。中国武警的制度逻辑也在于解决暴力等级的匹配问题。常规公安在面对大规模骚乱或武装对抗时，往往显得火力贫瘠，组织松散，难以形成压制；而动用野战陆军，则意味着国家机器开启了战争模式。其巨大的国际政治成本和毁灭性的杀伤力，极易将内部矛盾瞬间激化为不可回头的政权危机。这种准军事力量的存在，是为了在情报效能与统治形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即用专业的手段去消化民事领域的极端冲突。然而，中美体制的深度差异决定了这种合理性的走向。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作为一种平时归州长指挥，战时转为联邦现役的双重地位力量，存在逻辑嵌套在权力博弈与分权制衡之中，旨在防止任何单一中心能轻易调动庞大武力对内施压。相比之下，中国武警在经历习时代的深度重塑后，彻底剥离了地方调度的灵活性与非核心职能，转而追求一种绝对的、垂直的中央集权。这种体制虽然在战术层面实现了指哪儿打哪儿的极致效率，却也意味着国家暴力机器对社会末梢的覆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武警官兵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当中有18、19岁的新疆汉子，也有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站在当权者的角度，他们是维护国家稳定的英雄；但站在那些被维稳对象的角度，他们往往又被视作冷酷无情的打手。或许在某个深夜的街头路口，也曾有年轻的武警战士内心挣扎，面对高举诉求的手无寸铁群众，他到底是该遵循良知克制些，还是按照命令强硬驱散？这样的灵魂拷问，外人无从知晓。在习近平时代愈发铁腕的体制下，也容不得武警有半分迟疑和动摇。对他们而言，职责就是服从，为党守江山是高于一切的使命。曾几何时，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一幅巨型标语，写着“人民子弟兵，爱人民”。如今那标语早已不见。时代变了，武警在党心目中的角色也更加泾渭分明。他们不再是泛指的人民子弟兵，而是维护政权的刀把子和盾牌。在未来，中国武警的作用只会更加吃重。在内部，他们要面对经济下行、失业潮等引发的潜在群体性事件；在边陲，他们可能被要求应对香港、台湾等地的非常状况。每当夜深人静，在中国各地的武警营区，紧急集合的铃声都随时可能划破沉寂，防暴装甲车的引擎随时可以点火待命。而广大的民众与全副武装的武警官兵，这对矛盾体也将长期持续对峙下去。或许正是在权力与人性、服从与良知的周而复始的拉锯中，那些宏大命题才渐次剥离粉饰，显影出其幽邃而驳杂的底色。倘若恐惧已凝固为时代的背景，那么反抗便如冰层下的暗流，即便声息寂寥，也从未真正消亡。谁啊？这大晚上的，有病啊！喂，啥事啊？你要没急事，我明天就枪毙你。啥？武警又造反了？不可能啊！什么？都占领我办公室了？谁这么找死？出来！敢造朕的反！哎呀，